大家好，这节课呀，我们来讲一下这个石头的画法啊。这个石头的画法呢，呃，其实啊，就是石头呢，挺简单的啊。石头呢，没有固定的形状啊，就是大家去观察嘛，就是观察这个公园里的石头啊，或者是呢大山里的石头，或者是呢自己这个喜欢的石头摆件儿，对不对？实际上大家会发现，这个石头啊是没有一样的形状的，它是随形的啊，非常随意的形状。所以说我们在画石头的时候呢，并不需要考虑它这个形状啊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必须要画成什么样的石头，而是说考虑的时候呢，只需要考虑这个石头也是一样，和花鸟和山水都是一样的，考虑到这个画面的阴阳变化。阴阳变化这个说的简单啊，阴阳两个字儿，实际上呢它变化很多。再分开来讲的话呢，就是干湿浓淡，对吧？干湿以及浓淡，以及聚散啊，对吧？就是这些东西就是这些东西。那我们怎么画这个石头呢？因为好多同学这个石头好像画不太明白啊。单独呢，我们来出一节课给大家讲一讲。那这个石头的话呢，也是在熟练，对吧？熟练运用这些变化就可以了。那我平常画石头是非常随意的啊，大家可能看我画石头简单几笔就能画出一幅石头来，对吧？实际上石头的画法呢，为什么我能画出石头又好看，然后呢，画的还特别随意呢？实际上我也是运用了花鸟画当中那些最底层、最基本的那些规律来画的就比方说我平常怎么画呢？随便来上一笔，对吧？学艺花鸟画当中，那这样就是一块小石头，对吧？这样就是一块小石头，非常简单的寥寥数笔就可以了啊。这个就是一块小石头，上面长上兰花或者长上什么的这就是一块小石头，非常简单非常随意就可以画出来。那么画的时候看似非常随意，实际上我画的时候呢，本身也是非常随意的，但是里面是有东西的，是包含东西的，是包含内容的。就是说用的是生宣纸，对不对？第一笔尖上，我们讲花鸟，我们画花鸟的时候就有讲到这个蘸笔的方式，对不对？笔尖上调浓一些，笔肚上调浅一点。那这样的调笔方式呢？这样的调笔方式调完墨色之后，我们画的第一笔这个地方是不是最浓的一块？之后呢，我用笔方向很随意朝这边过来，过来之后呢，这个地方提起笔来了，行笔速度很快湿的、干燥的。干了之后呢，这个地方我又行笔速度又慢了下来，慢了之后呢，继续从这边走，走到这儿之后大家看一下，其实墨色已经有了区别了，对不对？深浅也有了变化，干湿干湿浓淡，这一笔下来之后呢，这块石头上都包含着这些因素，都包含着这些变化。当然这块石头画出来就好看了。对不对？就是很随意的真的就是，其实你说单讲这个石头吧，有什么要领吗？就是干湿浓淡这些因素呢，大家熟练了去掌握就可以了。就是这样的，上面再画一些小草，一些小植被，对吧？或者画上一些小竹子小兰花，就可以随意的去加了。再有一点呢，需要注意什么？还有一个聚散，聚散怎么体现呢？这一块我画了一些小石块，这个地方呢是画的大石块。这个为什么有时候我会讲到，就是说，花鸟和山水其实现在来讲的话呢是可以一起学的，就包括好多古代的大师，对吧？不说现代的，说古代的一些大师经历了这个数百年的这个历史检验，流传至今的那些非常优秀的那些作品，对吧？大家去研究他们那些古人的时候呢，会发现古人画山水一个山水的画家，他画花鸟也非常好，画花鸟的画家呢，他画山水也不错，就是说有时候山水和花鸟是互通的。就举个简单例子，就比方说这个石头是最直观的例子，对吧？山水画当中会画石头花鸟画当中呢也会画石头。那这一小块石头里面呢，是包含了山水画当中的这种勾勒的方法的当然和山水画是产生了变化、产生了变异的。就是山水画当中讲究什么呢？我来简单的说一说，讲究什么呢？
小兼大，大兼小的使法，就是说，哎，有小石头，对吧？有小石头，然后呢，小石头后面呀，哎，来上一块大石头啊，对吧？这是山水画当中的施法啊，小石头，然后大石头。那我们来看一下我画的这一块，是不是也包含了前面这块是好多小零碎的石头，这一块石头呢啊就稍微大一些，对吧？比较整一点，这些呢比较碎，碎的地方啊就是聚的，就是密集的，这个地方呢整的地方就是稀疏的啊，疏朗的，哎，就产生这些变化，那么就可以了。啊，就足够了。再之后呢，比方说我们还想再调整它，对吧？一块小石头画完了，我们还想再调整它，啊，深的地方我们可以再加深一些，啊，浅的地方呢也可以再点上一些苔点，增加它的一个对比，啊，就可以了。啊，这就是一块小石头，非常简单的这样一块小石头。当然这个是比较平一点的小石头，那有些同学可能想着构一块比较竖长一点的小石头，运用这种方法完全可以画出来。形状其实不用太多考虑，只要你画的石头啊形状，你不要画成一个球形啊，也不要画成一个正方形、长方形，很规矩的这些形状，你不要画成很规矩的形状，基本上你画的石头啊都是没问题的，只要掌握住干湿浓淡啊以及聚散这等等等等的这些阴阳变化，有变化石头就好看，就自然。比方说我们画一块高石头啊，这个是平着的石头，高耸一点的石头怎么画呢？完全可以一样的。哎，可以了呀。啊，干的、湿的啊，浓的、淡的，对吧？一笔下来之后蘸了一笔墨，然后呢就画出这块石头来了。上面呢再画一些小竹子啊，再画一些其他的东西。哎，石头上面呢还有一个高一点的石头，还有呢这边是一块矮一点的石头，还有了啊高矮的这些变化。你当然，比方说也可以连接起来啊，对吧？画上一个什么呢？画上一个小石头的小洞一样的感觉。这个地方还能透过去一个小洞啊，也可以的。就是说，其实很随意，这些形状啊，我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些形状呀，啊，不用那么太讲究，形状呢随形一些就行。因为石头，我们见到的石头也是一样的，很随意的，没有一模一样的石头的，对吧？画上一些小的小草，可以了啊，就可以了啊。这就是一块比较高耸一点的石头啊，比较高耸一点的石头。有干的，有湿的，有浓的，有淡的，干湿浓淡都包含在其中。大块的石头，这边呢小块的石头，比较零散一点的啊，就可以了。这个就是石头的画法啊。当然啊，石头呢还是有很多种勾勒方法的，每个画家呢也有自己比较独特的手法。你像刚才我示范的那个呢，是我经常是我经常画石头都是那样画。你像还有一些画家他喜欢什么样的画法呢？那有时候我也会用就是说先勾勒啊，然后再去调，比方先调一个淡墨，对吧？也有一些画家呢是这样画的，先调一些淡墨，墨色不要太浓，对不对？然后怎么办呢？然后勾。哎，这样勾，很随意的这样勾一下就行。勾的时候也是注意，其实勾的时候看似是在乱勾，实际上呢也是在找变化。还可以加一加，找什么变化呢？这个地方是不是整的？勾得很圆滑，对不对？虽然线条有转折呀，对吧？有方折，有圆润的有方折的，有圆润的。这个地方呢，整体来说是光面，这个地方呢，整体来说是糙面有聚的密集的、散的，然后这边呢有这个光洁的这一面，就是说有多有少有线条的短，有线条的长，就是总体呢就是在找这种变化画面当中当产生这些好多变化之后呢，
那这块石头就好看了。当然啊，这种画石头呢，需要去加工的，需要继续加工。比方说，点上一些胎点，对吧？这种石头光用线勾是不好看的啊，点上一些胎点，甚至呢不用点胎点，你就点上一些小墨点都可以啊，对吧？点上一些小墨点，你像潘天寿那个小画，有时候那个石头啊，它就是这样勾，然后点上一些墨点儿，点上一些颜色，然后再刷上一层这个赭石，出来的这种石头的画法。这个是浅色的，还要加一些重点的，加上一些重颜色的墨点，对吧？就可以了呀，就可以了呀。这个就是一块石头的画法呀，也是一种石头的画法，对不对？那还有什么石头的画法呢？比方还有一些这个，有时候我也会用的一种啊，就是说平着的平着的石头，就像山水画当中的折带村折带村的这种，实际上也是在找变化的，只不过用笔的方式、石头的形状不一样。大家见过这种石头吗？这叫什么岩？层基岩还是什么？就是说一层一层的那种小石头，有时候兰花边上，对吧？摆上这样一块特别好看的。这样也是一块小石头就可以了。勾勒完之后呢，再用点儿，用胎点去丰富它一下，对吧？用胎点去丰富它一下。丰富的时候呢，也是在加强它的这种深浅呀，这个聚散的变化，加强它的变化感就可以了，对吧？就可以了。这个地方干的这些地方湿润的，这些地方呢亮的，这个地方暗的浅一点的后来点的胎点呢是重一点的总之就是在寻找它的变化。那这个石头呢画出来之后就好看就好看不要画成圆咕咕的不要画成圆圆的，形状不要圆，变化呢也不要圆变化也不要圆就可以了就可以了。当然有些同学呢刚画的时候会出现什么状况呢？会出现变化太大。怎么叫变化太大呢？走向了两极比方说还是这块小石头，或者这块吧，咱们画这个，画的时候呢，光寻求变化了，画成什么样呢？这个地方，哎呀，很密，这个地方很密，然后这个地方很稀疏，但是好像也不错，是吧？但是也不错，也挺好看的。就是说，不要要找到矛盾画面当中呢，我们要寻找这些矛盾浓淡干湿这些变化，变化完了之后呢，还要就是说解决矛盾，还要存在这些矛盾，画面当中存在这些矛盾，对吧？存在这些对比变化，然后呢，把这些对比变化画出来之后，还符合我们自己的一个审美就可以了实际上这个对吧？变化很强烈，但是呢，说实在的，还挺不错的，还挺好看的，对吧？所以说嘛，其实画面当中存在这些变化之后，你想把画画的难看都难你想画的不好看都画不了就是这样的。比方说这个地方对吧，感觉确实是没有这些好看，你怎么办呢？像这种情况下可以加工一下的，亮部我们点上一些胎点点上一些胎点这个地方呢加上两笔小石头，给它破一下形状太规矩了给它破一下，也有一些浓淡干湿，小画一画一调整，那也是非常不错的。所以说，其实有时候画画画不坏画画的话呢画不坏，只要不画的死黑死黑的只要不画的太平均，基本上画面呢是可以做调整的是可以做调整的。
那这个就是这个就是石头的画法。当然还有一些，比方说一些太湖石的画法。太湖石的画法呢，也是类似吧，也是类似。太湖石的画法呢，实际上，怎么说呢？也是一样，也是在找变化，它只不过运用了勾的比较多一些勾勒的比较多，更有点像呢山水的那种感觉。但是花鸟画当中，写意花鸟画当中它又不一样它又和山水也又不一样。勾的呢，没有像山水那么细，只要表现出它的干湿浓淡这些变化就可以。比方说我们画一块来画一块简单一点的还有一些就是墨骨的，对吧？墨骨的那种石头画法，那个就不包含在我们写意画当中了。画的特细的那种用半生熟的，甚至用熟宣画那种太湖石，那个我们就不再继续讲了，不太适合用于我们写意画当中。无非就是在找它的变化嘛。先勾，先大胆的去画它，画出一些小洞洞的感觉，对，画出一些小洞洞的感觉。实际上我画这种石头，一般我用的比较少，因为这种石头花呢需要画成非常小写意的感觉才可以驾驭得住。因为这种石头本身就比较细致一些的，用笔比较多，甚至还会加上一些山水画的这种皴法进去。有大石头，有小石头有这个大洞有小洞。当然这些都可以再继续丰富它转折的地方是吧？丰富一下。进行干擦。把石头的形态呢给它丰富一下，对吧？那这个就是一个比较细致一些的石头了先放再收先找大的形，然后呢再去调整细节，就可以了那这个也是一种石头的画法也是一种石头的画法。然后呢，比方说这个小石头，对吧？也可以再加上一些胎点了，也可以加上一些胎点。这些暗部，其实这个胎点也是想加在哪儿就加在哪儿，也没有说固定的一说，就是说你把这个画面给它安排好想加在哪儿了，暗部加还是亮部加，那这些呢是可以自由搭配的是可以自由搭配的。感觉哪个地方不足，对吧？颜色不够重，加上一些重颜色的胎点，或者感觉这个地方突兀加上2点这都没问题。
画画有时候需要一点，怎么说呢？需要一点自信，按照自己的审美标准呢去画就行。有刻意的，无意之中流出来了一个小小石头，一个小洞，就把它加强一下，就好看了。也是画上一些小杂草，那是不是就是一块石头？那就非常简单就可以画出来了。好，这些呢，以上就是我们石头的画法然后呢，我们再来给大家就是说实际运用一下吧。还有什么样的石头呢？还有就是说更加随意一点的就是真的就是有时候像我说的就是纯乱画但是乱画的话呢，乱完之后要找变化。打个比方说我画石头有时候经常怎么画呢？就是很随意的看似好像就在乱画，就是随便乱划一下嘛，乱点一点。但是点的话呢，其实非常随意的，我是非常随意的在乱点的。但是点的时候也是有内容在里面的，就是说笔尖上是调的浓墨，刚点的地方重，后点的地方浅然后呢再去调整它，对吧？豪放完了之后呢，再调整它，对吧？这个地方湿润的，再加上一些干燥的地方再加上一些干燥的地方，有湿有干，对不对？那这样一块小石头就画好了呀，就非常简单非常随意的我们就画出来了。重点还是把控好画面的一个干湿的一个变化，浓淡的一个变化就可以了。最后再加上一些小草就是一块石头也可以加上一些苔点儿，里面对吧？加上一些浓浓的苔点加上一些浓浓的苔点。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加上主体了呀。比方说，画个简单的吧，画个兰花。兰花怎么画呢？从这个地方，一笔、两笔、三笔、四笔、五笔，就从这个石头的缝隙里面长出这样一株兰花就可以了，对吧？实际上非常快，非常简单，非常随意。我画的时候是非常随意的。大家呢前期练习的时候，当然是要练的稍微慢一点。为什么要慢呢？因为大家前期掌控不了这么好把控不住。就是说这个对吧？你包括我很随意画出来的这块石头的暗部，实际上是，对吧？我画的挺随意但是呢，它也是包含变化存在的。就是说我已经不再注意这些细节了但是呢，这些细节都是存在的。这个就是需要长期潜移默化的去训练这种能力。训练什么呢？训练这种阴阳的变化，训练这种干湿浓淡训练这些干湿浓淡聚散，训练这些变化。那大家包括这个外形的形状，看一下这个，我随便画出来的这个形状是不是圆形的？是一个很随形的这样一个形状我也不知道它像什么，就是很随形的这样一个暗部，对不对？亮部的话呢，把它画的稍微规整一点，就可以了它存在这些变化，所以说大家看到我画完之后呢，这个画怎么这么好看呢？第一它是存在变化，第二呢，随意的里面已经养成这种手法了，已经养成这种习惯了，一画对吧，它就不是圆的一画它就是有变化的。大家也是要这样去训练自己才可以。你包括线条对吧？这个地方细一点，这个地方粗一点这些地方有时候还滚着笔去用有时候画着画着这个毛笔还滚动着去用笔，对吧？就很自然的这样在运动很自然的去画的。所以说画完之后呢，就是这样的效果这个大家学的时候呢，不用去死学我这一块石头怎么画的，而是说呢，要学习到什么呢？学习到我画的方法，对吧？画的规律，要注意哪些问题，把这些明白了，那你画石头呢，就可以画得非常好了，并且说你画的石头可以和老师不一样，甚至呢，按你的那个审美画出来更好看、更漂亮。
这样的啊，比方说就这小画儿，对吧？就是一幅小作品了啊。然后我们再去加一些这个加一些这个赭石色啊，或者是呢得加一点朱标色啊，我们来画上小花儿啊，把它完成。一幅小画呢，对吧？把它完成。啊，大家平常练石头的时候呢，你可以单独练啊，就是废纸上你就练就行了。还有一种呢，就是说你感觉画的不错了，这个石头，你就可以趁着这个就完成它啊，趁着这个就完成它。当然啊，石头的话，对吧？补景那就多了去了啊，不一定是兰花。大家学会石头的画法呢，就是这些补景就可以自由去搭配了啊，就可以自由去搭配了。那荷花里面也可以加上这个，对不对？扣上印章就可以了。石头这节课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啊，就示范到这里啊。在最后补充一点啊，就是说大家发现这个石头对吧？想用哪种石头啊？咱们讲了好多种石头的画法呀，想用哪种啊就用哪种啊。再有一点呢，就是要根据画面的情况去用啊，哪一种呢？你认为画出来更符合画面啊，你就去选哪种啊。这是画石头的需要补充的地方。